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各位 Rider ATH 频道的这个 MyV Cup 系列已经来到第3集了，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MyV 呢移进这一间 workshop 里面，就是要开始来为它做一些改装的东西了啦。在改装之前，我们配合农历新年大家都会回甘榜的这个习惯啊，今天呢就做了一个特备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你们有一台老车啊，或者有一台新车也可以啦，因为毕竟这种汽油车啊，零件比较多，用的油啊、水啊也比电动车来的多，所以呢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检查好了才把那甘榜才放心嘛，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一辆老车或者一辆你们家里的车，如果想要自己在家 DIY 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的 condition 啊，看我们这一集影片就对了啦。今天呢，我们来这个地方啊，就是茂斯汀的一间车房，它是走那种比较 modern concept 的，里面呢就有做 servicing 啦，有做 repair 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cafe 这样子，差不多要变成一个网红打卡景点了啦。这里的 cafe 呢是有咖啡喝，然后你们来这里 service 车啊，敢跟他喝，不要给钱懂吗？那个钱算我的 ，OK。然后今天我们来这边，除了要把车放过来做一系列的改装以外，也顺便用它的这个场地来做这一个讲解啊，就是教大家怎样在家自己 check 自己的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茂斯汀的 Optimax Premium Auto。这个 Optimax Premium Auto 呢，不仅是有做一些豪华贵车啊，你如果走进来看到有很多豪华贵车，不要吓到。普通的车 ，Honda Civic 啊、City 啊、Vios 啊、Corolla 啊等等的啊，他们都有做的啦。然后他们是 Hybrid Expert， 如果你的 Hybrid 坏掉了过后啦，你要找人做，这里就 very good job 啊！你可以来扣价钱先，价钱不合理，你在comment下面跟我讲，我去录他老板 ，OK？ 然后我们今天来这边，这台车我们当然也会做一系列的检查，当然也会传达一些发列甘榜之前啊非常重要一定要做的东西。好像一台车，假如是讲你们车上有一些零件坏掉，还是有一些油路、水路的东西 condition 不好了啊，当然是要做到一个更换啦，那个是很 basic。但是我觉得啊，那个东西全部都是可以自己 handle 的，就是自己检查或者自己把车拿去 workshop 给人家检查，叫人家维修，叫人家做到一个保养。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你控制不到的，懂吗？就是你控制不到路上驾车的人啊。你看现在路上啊，每一天都有几千万辆车在那边走来走去。你自己驾车技术好，别人驾车技术未必好，这个是最可怕的，懂吗？所以呢，你要发列甘榜，要开长途车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车上一定要安装一个行车记录器来保障自己啊。2025年新年快乐啊！你们相不相信啊？我可以把手上这个120块钱隔着荧幕送给你啊！在这个新年呢，我们 Rider ATH 联合70迈推出了70迈 A510的团购计划，就是要回馈我们的 supporter 们啊！如果你想省钱又想提升行车安全的话，那这个 offer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省到就是赚到，懂吗？只要使用我的专属 voucher code Rider120呢，在购买70迈 A510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享有120块钱的折扣，而且还是全马免邮啊！不止西马，还有东马也是啊。A510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嘞？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的这个感光元件，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当然，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非常简单，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再输入我的专属 voucher code Rider120，就可以马上享有120块的优惠。而且如果你把这个 link share 给你的朋友的话，还可以享有15%的安装费折扣，这样好康的优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直接进行今天的整部主要内容啦，就是要来教大家怎样 check 这辆车。现在你们看到这一辆 MyV 啊，是已经做了一点点的调整。如果你们之前没有看到前面2集的话，可以点开我的 playlist， 里面有一个 MyV 系列啊，就是这一台 MyV 啦。我们之前有讲解
起来，我们买这辆车回来的时候，它的整个 condition 啊，还有包括我们把这个 bumper 换掉啊，这个 bumper 现在已经是 MyV SE1 的 bumper 了，我们也洗干净了，没有灰尘了。然后这个车灯呢，如果你们有看前面2集的话，应该会看到这个车灯啊是烂烂的、黄黄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车旧了啊，晒到就会黄掉啊。有些有粘那些颜色纸啊，就是粘在大灯上面的话，它就会更容易裂掉。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第2集的时候呢，就换了一个 condition 比较美的车灯。这个车灯是没有粘那种 color 纸啦，所以它没有裂掉。那这一粒呢，之前我们没有换到，它就黄黄裂掉了。上面这边是裂到很严重这样子。画面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啦。可是啊，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我们已经把它重新 review 过一次了，也是经过我自己的 DIY 把它变得这样亮。所以你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啊，这个左右车灯它的那个透彻度啊是差不多一样的，88%接近啊。我们就是为这个车灯呢做了一系列的打磨，然后把它的上面的 color 纸撕掉，然后打磨干净，用比较粗的砂纸，一直 polish 到用2000号的砂纸。那个砂纸的数目越大，砂纸就越细。OK，polish 到它滑了过后，我们再为它喷上一层光油啊，就是 lacquer 啦。那我们这辆车因为是一辆赛车，不是街用车，所以我也没有用到很好的光油，我们用的是 Samurai 的光油啦，没有业配，大家都可以自己到 Shopee 去找到这个 Samurai 的光油。如果可以的话，买 2K 的更好啊 ，2K 的光油它的 quality 会更加的好，然后喷上去过后，它的 condition 也会耐比较久啊。我们喷的是普通的 lacquer 罢了。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引擎盖来看一下啊，打开引擎盖，我们可以看到跟之前2集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了，就是电池我们换掉了啦。这个电池呢，换上的是一个也是小尺寸的，然后它这个电池也比较容易 start 了。之前的电池哇老伟每次都要用到70迈的那个 emergency jump starter 来让它启动，所以这次我们停了2、3天、5天、1个礼拜都不需要再用 jump starter， 直接一次启动。但是又多了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啊，整个 engine bay 其实是很干净的。之前呢，我就把这辆车送去洗 engine bay， 洗 engine bay 有一定的风险啊。之前我们 Germain 的 Gen 2啊，也是有拿去洗 engine bay， 洗了 engine bay 过后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 spark plug 的位置应该是进水，所以那个油门反应啊，我好像会迟钝这样咯，那个火好像一下点到火，一下点不到火这样。我的这辆 MyV 也中枪了啦，所以现在啊，我只要 start 车，它的 RPM 是非常的不稳定，在那边上下跳动，尤其我打开冷气啊 ，RPM 直接跌到1000以下，而且是那边乱跳。如果我不开冷气还好一点点，但是没办法，我们必须要为这辆车的 engine 做一个 review，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做 review 啦。那巴黎港泵之前呢，非常重要的，一定要 check 的就是你的机油。机油在哪里 check？ 通常一般我们的车辆啊，就会看到引擎上面有一个黄色、橙色或者红色的一个这个 stick。我们把这一个拉出来过后，然后把它的机油抹干净，一定是要在熄火一段时间过后啦，不要马上熄火就马上 check， 因为还有很多引擎油残留在引擎壁，所以等它流一流，大概10分钟，然后我们再把它渡回去，再拿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黑油的位置是在哪里。好像这个嘞，它的黑油的位置是超过一半啦，大概是在78%的位置。当然，这台车我们在下赛道之前会做一个fully力的 service 啦，所以这个也还好不了。只是为了跟大家讲一下，你们过年前要自己怎样 check 黑油的 condition。当然，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 tissue 上面的残留的黑油啊，引擎油是很黑很黑，还是还好，好像这样子还是偏黄的，还 OK 啦。如果是很黑的啊，马上去换掉，对不对？因为它是在里面进行润滑的，所以如果润滑不好的话，它的散热系数也不够好，对你的引擎的伤害啊也是会有影响。所以这个是引擎油的检查方式。当然，有些车呢，它是有 power steering 油的。现在比较新的车的 power steering 都是电动 power steering， 就是用摩托电机来转动的。可是比较旧款的车，它还是有 power steering 油。power steering 油这边有一个罐子，这边啊上面会有写着啦 for power steering。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罐子这边有那个刻度表啊，尽量就是保持在这2条线中间以上的位置，不要太低啊。如果太低的话，也就是讲你的 power steering 油 condition 可能不好了，或者少掉了。这个也是可以自己用肉眼检查。还有就是 brake 油 ，brake 油也是哦，你可以打开这个盖子啊，每一台车都有 brake 油啊。OK， 打开这个盖子，你可以看到里面也是有刻度表。除了有刻度表以外，你还可以看它的颜色啦。如果这个 brake 油已经变到奇奇怪怪的 color 啊，也是需要做更换了啦。OK， 刚才我们讲了引擎机油吧 ，power steering 油，还有 brake 油。现在我们来讲水，水有什么水呢？这台车当然它要散热嘛，不管是电动车还是 ICE 的这种汽油车呢，都是要散热的。
的，就要走这个 radiator 水。radiator 水呢，我们刚驾了这台车啊，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盖子啊！这个盖子如果你现在打开啊，你就会看到火山爆发，因为里面其实是有压力的，它会把这个水逼出来，就会有一个爆破的感觉。很够力，那个如果不小心给它溅到啊，真的是会烫伤的，很严重那种。所以我们等车隔了1个晚上，我们才来打开。打开来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生锈的水啊，还是里面的水已经干掉了，你就可以自行加水。加什么水呢？有人讲加蒸馏水 is the best 啊，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在回甘榜之前，如果走长途之前，可以把它 flush 一下，把它换成 radiator 专用的 cooler 的话，当然这个是最好了啦。还有一个水哦，就是你的 wiper。巴黎甘榜嘛，很难讲你的车会遇到一些灰尘啊、沙石啊，或者下雨啊，你要烧你的 wiper 的话，有水当然会比较好。这个盖子上面有画一个 wiper 的位置嘞，打开来加水就可以了啊，普通水就可以了啦。当然有些人喜欢加那个玻璃水啊，中国他们叫玻璃水，其实就是肥皂水啦，也可以加进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会贵啦，随便 Mr. DIY 就买得到了，也可以买1-2罐跟它加下去。还有一个水呢，是这个 radiator 的 spare tank 啊，这个 spare tank 啊就不需要等到你的车完全冷却，你也可以打开，它是不会爆炸的。打开来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水的 condition 是怎样，就像刚才 radiator 讲的那个方式一样。如果里面的水已经是生锈水了的话，这个 spare tank 也是可以清洗的，可以拿去你邻近的 workshop 叫他们帮你清洗啊。有一个土方清洗方式啊，就是放水在里面，再放沙进去里面，然后摇。好像做泡泡奶茶这样子，然后再把里面的水倒掉，就会把里面累积在它的那个罐子的墙壁的那些生锈水啊，或者一些灰尘，通通清干净。这个是一个土方啦，所以如果你们去一些比较老的修车店，他们应该都会用这个方式，所以你可以叫他表演给你看，像酒保这样。摇那个罐子，当然这个里面的水也是可以自行加的。如果你看到它已经低于它的刻度很远了啊，你可以自己加水。电池水这个东西呢，比较老旧的车款啊，或者比较老旧的一种电池，它是有几个盖子，你可以打开来加水的。那个电池水呢，不是你的随便水龙头的水啊，那个你可以去油站或者去 spare part 店，他们有卖那个电池水。如果你打开来看到少了，可以自己加。但是我的这粒电池呢，是属于那种干式的，所以它没有电池水。现在还有很多电池啊，是已经出到好像手机电池这样子了，是完全干的，就是 LiPo 的，所以呢，它的体积会更小，用在赛车上面啊，就会减轻整台车的重量啊。不要看那一点点啊，对于赛车来讲是很重要的啊。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检查呢？在你巴黎甘榜之前，你可以先在你的车上打开一个 double signal， 看一下你整台车所有 signal 的位置有没有亮起来。signal 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打 signal 就转弯给人家撞到，就肯定是你的错了。如果那一个人刚好有用70迈的行车记录器拍下来的话呢，就肯定是你的错了。所以很多人讲啊，他撞我一定是他错吗？你没有打 signal 就出路口给人家撞到，人家又有证据啊，那个警察肯定是会讲你错的啊。所以行车记录器真的很重要啊。你自己有打 signal， 可是如果有一天人家没有打 signal 呢，你撞到他，有行车记录器就可以避免很多这种不必要的 argue 啦。然后除了 signal 方面，整台车的灯都要 check 啊，包括你的车头大灯啊，好像我们为它做了一个 DIY， 弄给它亮了，现在看起来就是很爽啊。然后里面的那些灯泡都要会亮，High beam 也要会亮，小灯也要会亮，这个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你的 brake 灯，很多这一款 Myvi 啊，或者 Lucky Best Myvi，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把这个第3盏 brake 灯烧掉啊。每次我在路上跟着 Myvi 啊 ，Lucky Best 也好，第1代的也好，都会看到它的 brake 灯没有的嘞，第3盏。所以这个 brake 灯很重要，大家一定要 check 一下你们的 brake 灯是有 work 的，那个才是可以确保人家看得到你踩刹车，不然人家又后面撞你了啊，然后他刚好又有拍到，又是你的错了啊。大压方面有一个检查的方式，就是啊，我们看它的这个轮胎的缝隙呢，它的沟渠上面啊，如果你顺着它摸的话，你会摸到一个小凸点。那个小凸点呢，如果跟你的大压最外面这一层皮已经持平了，或者剩下一点点的空间，证明你的轮胎 condition 已经 no good 了啦，是必须要换掉的。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是我自己发现到的啦，你们可以去路上看一看。有些驾 Grab 的，因为他们 Grab 啊行驶里程真的很高，他们为了赚钱，然后要省一点 cost， 当然生活不容易啦，他们都没有换轮胎的。我每次要上那个 Grab 之前，我都会瞄一下它的轮胎 condition。我有看过那些啊已经脱皮了，那个里面的线跑出来，我自己是觉得很危险呐。那别人危险，我们自己不要危险嘛，对不对？所以轮胎前面后面的 condition 一定要 check。还有就是 brake pad， 刚才我们 check 了 brake 油嘛 ，brake 油 condition 很好，可是你的 brake pad condition 如果不好的话，你踩刹车也是会减少这个刹车制动力。所以 brake pad 如果已经薄了的话，最好还是换掉。怎样看薄不薄呢？好像
这台车的 Sport Rim 它的缝隙就很大嘛，很容易可以看到它的 brake pad 还剩几厚。如果是剩2 mm、3 mm 就赶紧给它换掉了，安全的东西。你整台车加速踩油不了，可是你要停车啊，只有唯一一个东西就是刹车。如果刹车不够力，你撞前面的车啊，这个真的是影响到人家过年了。所以自己要过年要过得好，人家过年也要过得好，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检查起来了。那这辆 MyV 呢 ，Interior 的东西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些小小的 service。当然这辆车我们要驾长途嘛，如果要把雷感泵的话，冷气不冷的话，你可以去冷气店做车的冷气店，它会帮你进 gas， 或者它会 check 看哪里 low gas， 帮你做到一个 repair， 或者把 wear and tear 的东西换掉。那如果是讲风扇不够力啊，是可以把风扇换掉。第二个方法就是自己 service 它的风扇。这样子 service 呢，我在 Mr. DIY 买了一个小罐子啊，它是拿来 service 汽车风扇的，很简单，你只需要把那个罐子拿出来，怼上一支长长的 hose， 然后用那个 hose 啊穿进这个冷气的 air vent 出风口里面，把那个泡泡填满，然后再把这个旁边的 glove box 打开来，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 filter， 把那个 filter 拿出来，如果 condition 不好了的话，就把这个 filter 换掉，超级无敌便宜罢了。我在 Shopee 上面买这辆车的款式的 filter 啊，差不多10块钱罢了。然后你打开 filter 过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也是有一粒风扇。那风扇如果很多灰尘的话，就会导致它转动不够力，很重嘛，对不对？有那个阻力，所以把那个 foam 喷进去，喷给它满，喷好喷满，射进去，射给它够力。然后呢，放一个15-20分钟，再把冷气开到 max 给它吹啊，那个泡泡会乱飞啊。可是吹了过后啊，我跟姐妹做了这个操作过后，都发现整台车的风力变强了，也变冷了一点点。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真的有效的。那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卖了，这些东西 Mr. DIY 就有卖了，你们就可以去邻近的 Mr. DIY 找，然后网购也可以啦 ，Shopee 也是有 Mr. DIY， 我也帮你们整理出来了，我放在影片下方的 link 啊，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短尾车嘛，多数短尾车后面都有 wiper， 这辆车的 wiper 泵跑去哪里飞掉了，可能是给人家偷掉了啦。所以这个如果是要驾这辆车把雷感泵，一定要安装一个 wiper。下大雨的时候，至少你还可以打开看清后面的车辆。玻璃盖打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哇啦喂，这次很多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参赛之前会帮它安装上去的啦。新的 drive shaft， 还有一堆新的车脚零件，包括它的 lower arm， 包括它的 engine mounting， 包括它的那些 stabilizer link 等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非常感谢这一次的赞助商赞助我们这一些套件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的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他们的网站啊，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了。那今天这一集呢，非常简单的教大家怎样自己 check 车。如果我有讲漏掉一些东西的话，多多包涵啊，毕竟我不是真正的修车佬，我也不是非常 expert 在做 maintenance。如果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你们真的不知道要从何开始检查起的话，都可以到你们邻近的 workshop 去检查这一台车，去让那些专业的师傅检查一下你的车的 condition 怎么样。那今天这辆车呢，驾起来不是很顺畅啊，有点好像要熄火这样。等一下他们也会帮我 check。接下来就会看到我们为这辆车开始拆车、烧肉 cache， 把整粒 engine 调出来做 review， 还有等等的内容。这一个系列我都会放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的一个 playlist，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第1集开始追看，看一下这辆白色的小 MyV， 其实也不是小 MyV 啦，它是 MyV，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公路超跑嘛，对不对？怎样跑进赛道，在赛道里面成绩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如果你要知道，继续关注我们的 MyV 赛道系列。我是阿豪 ATH， 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Rider ATH 跟汽神迈的联手团购计划，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记得输入 Rider ATH 120就可以马上享有120块的现金优惠啦。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